年轻人压力也很大，是的，他们要考虑将来结婚啊、生子啊。对你对这种事情怎么看？我只想就是让自己回忆以后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美好，而不是说为了某一个物件、某一个东西把自己束缚在那里一辈子，老来只是叹息一声，这辈子没过好，活得像鸟马一样。我是不想有这种遗憾。酸菜辣汤，红烧鱼块，这炒鸡，红烧肉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肉末茄子，这个就是农家一碗香，农家一那个就是水煮牛肉碗香。只不过是碗小了点儿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南离，是一个来到阜新买房过生活的一个很普通的普通人。今天有几个朋友来我这里，我们互相交流沟通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。那个西门二镇说你来这边是主要工作是写小说。是的，对的。你为什么选择要在阜新买房呢？其实也是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更好的地方吧，可以说这是一个当前能力下的一个选择。如果每个地方房价都像这样子的话，我想我也会选择别的地方。但是当前来说，这个地方其实是对我们这种非常普通的人来说非常友好，我还是蛮喜欢这里。你自己在这边是一个人吗？是的。那你的家人和朋友呢？家人不在这边，朋友的话，当地也认识一些新朋友，大家偶尔会一起聚一聚。那你过年的时候会回家吗？很少回了。农村嘛，很多事情不像外面的人想的那么好，经常的跟一个字脱不了干系，就是钱嘛。因为钱是说是父母觉得是你赚钱少吗，还是怎样？家庭关系的问题，加上自己以前赚钱少，然后矛盾就激发，激发到最后不可收拾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余地了。有没有想自己去缓解？缓解不了，还是说就等着时间去慢慢愈合伤口？这也没有什么可愈合的。其实很多事情能说出来的只是少数，说不出来的只有自己清楚。你来到阜新以后，这跟你所期待的生活一样吗？期待的还是蛮像的，就是跟我期待的还是蛮相似的。就像他那个房价，这是我最看重的，因为前面说了嘛，你要想在北上广深这种地方买一套房子，说实话，你每天努力，哪怕你每天收入1000以上，你都很难，就真的很难承担得起。但是在这边的话，就是很轻松，就像我个人的能力虽然不算优秀，但也算是可以很轻松的过好每一天，然后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尤其是他们的物价也确实很便宜。我喜欢自己做饭的时候，就是经常出去买菜，他那些鸡鸭鱼肉这些都是非常新鲜，而且非常便利，就不像网上说的啊，网上说你要在东北，谁给你骗肉，谁给你骗鱼，老板问你脑袋还要不要，就给你敲2下就什么的，这其实是没有的。这边其实也会骗，也会切，只是要看他们忙不忙，跟南方大致是一样的。从这方面来说，这种期待还是让我很满足，就是我曾经的期待在这边还是得到了满足的。你觉得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算是快乐的吗？快不快乐，我自己很清楚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嘛。你在自己这个小地方，你可以享有自己的最高支配权，就不用像以前一样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搬过家？我以前是搬过6次。你能简单描述一下你比较理想的这个生活状态是怎样的？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然后无忧无虑，没有人来找我要钱啊，然后闹腾我呀，就属于过年也没人吵架呀，就属于这种生活，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。最好有时候有几个朋友可以一起来品尝一下我做的东西，然后大家一起聊一聊，说一说，这个我就是觉得就非常好了。就是你的日常除了这个更新自己的小说之外，那还有其他的生活吗？前面提过的做菜，研究一些菜，我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博主他们更新的那种菜，我也会尝试一下，看能不能做得出来，味道怎么样。然后听朋友的介绍，也买了2盆那个绿植，有富贵竹嘛，平时也会换换水，然后研究一下它的根系啊怎么发育，
然后就是去外面逛一逛、跳跳绳啊之类的，就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生活了。你觉得你这种方式算是躺平吗？也不算吧，躺着啥都不干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躺平是什么，在网上看他们说了很多。我的话，个人觉得还算是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，独立自主、经济自主，不依靠别人，也不损伤别人的利益，就属于自我独立的生活吧。你的家人怎么看你这样？说实话，好多年没联系了，这个就是不太好讲。那你自己对未来的在这儿的这个生活的规划呀，是怎么看待的？其实在这边养老啊之类的事情还没想到那块儿去，只是单纯的过好眼下每一天。但是也有时候也会有点焦虑嘛，就是像他们说的啊，你到了一定年纪要做什么，然后要负担什么责任，承担什么样的结果。我其实也受到很多信息的影响和冲击嘛，但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构思好，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你七老八十啊、行将就木的那个时候，就只是单纯的过好眼下每一天。自己会考虑结婚生孩子吗？这个也看遇不遇得到那种自己喜欢的人嘛。嗯，如果遇到的话呢，肯定还是有那种想法；遇不到的话，其实也不强求，就属于就是这。不排斥。嗯你买的这个房子，我看是2室1厅，嗯，对，这个是多少钱买的？一起是36000块钱，加上过户的，因为我当时身份证弄丢了，然后多花了几百块钱，请西门二代帮忙弄了，就全部下来大概是37000左右。37000，就是带装修是吗？对的，那我觉得这个装修还不错呀。就是有他们的生活痕迹，还有小孩涂鸦。过几天就准备把墙再刷一下。对于户型而言，你最喜欢这里的什么？物价，物价。对，物价非常非常客观，就非常喜欢。像比如说简单一点啊，像牛肉，我在老家那边正常情况是要50到60一斤，这边是28到30。我跟楼下的老板混熟了之后，他给我的价钱就是28一斤牛肉，不管哪个地方都是20，对，而且是新鲜刚宰的。我是跟他们说一声，他们就会给我预留，就属于这种情况，就物价是真的相当便宜。像鸡之类的，我在南方我记得是13到15，就是那种饲养的鸡。现在这边的话是11，而且也是杀干净、宰干净的。我们那边宰的话还要加5块钱，这边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价格。像昨天买的草鱼也是8块钱一斤，就非常非常的符合我的心理理想价格吧。你喜欢复习吗？说起来还是蛮喜欢的，因为在外就从毕业开始到现在就小10年了嘛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，你可以支配这里的每一寸空间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不像以前前面不是说了搬家嘛，搬了6次，你每次都感觉好像丢了点什么东西一样啊，然后鼓起勇气想要打破那种循环的丢的环境，但是周边的物价、房价，哪怕是要在我们那种地级市，其实都要7000到1万多块钱一平。你买一套70-80方的，你就得70-80万。你如果再贷个款什么的，相信那个贷款的利率也会让你觉得啊，这辈子怕是要背上一副枷锁。就来到这边以后，你就发现你打破了枷锁，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。你剩下的就是追求你自己的生活质量，你就可以到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不是把自己束缚在一栋房子里面。这就是我对这边一个发自内心的喜欢的一个就是缘由，就是这样子，等于是解放了我一样。互联网上的消息很多很多，每天都会有人提醒你，你要房子、车子三大件儿。现在的三大件儿，你可以让你的家人背上一辈子的债，包括你，甚至你的下一代。这种生活想想就是没有任何的光亮的。我是真的，以前那些时间是真的浑浑噩噩的。发现这边之后，就好像打破了一个世界，来到另一个新世界一样，就属于这种感觉。我觉得你很享受现在这个生活状态。是的，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。我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邀请我的朋友过来，而不是说啊，这是我的出租房，然后甚至声音都要小一点，免得房东啊或者是谁说你不行，说你不好，然后你甚至就会，他们要是集体很多人反映，你甚至都得搬家，或者是像水电费的那种增加的额度。我去年虽然离开这里出去玩了几个月，但是总共的水电费其实才600多块钱，是真的非常非常便宜。如果是在外省的话，一个月
起码200多到300块钱，就是额外增加的，都是房东的吗？就是现在经济环境不是那么好，是的，工作也非常的卷，年轻人压力也很大，是的。他们要考虑将来结婚啊、生子啊。对你对这种事情怎么看？其实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你要说对这个事情发表什么高论什么的，实在说不出来。但是，我只想说，人这一辈子就这么短，如果说被太多的其他的东西束缚了的话，到老的那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后悔。我只想就是让自己回忆以后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美好，而不是说为了某一个物件、某一个东西把自己束缚在那里一辈子，老来只是叹息一声，这辈子没过好，活得像牛马一样。我是不想有这种遗憾，就不知道其他人是会怎么想、怎么看。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负担和不得已，所以也不能说你用一个人去代表所有人，用一个现象去代表所有的现象。那你现在就是写小说，对的写了几年了？有5、6年了吧，具体的时间，说实话自己也记不得了。那你能介绍一下这个在小说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吗？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怎么说呢？我也算是刚刚入门吧，做了这么多年，很多事情，你要说特别特别懂也没有。我们每天就是看到一些新题材，自己会进行写，然后你自己把它写成一篇开头。像我们的话，一般是有1万字左右，然后加一份大纲，就交给那个网站的编辑。如果他觉得你写的还可以，然后你就算是初稿过了，然后进行发表，发表到网站上，然后再看一看你当时候的那个成绩。如果成绩还行，那你就继续往下写，写的大概是8万字嘛，因为我是在某楼上面的，8万字左右就开始签约，往后就是你自己和观众的和读者的一种沟通。你自己写小说的话，写了5年，就是写完了有几本啊？写完的其实有好几本吧，因为我们这种更像于是买断的，就是说多少多少价钱，然后我这边就和你签一个私人的一种协议一样，然后就写完之后，这本书就是你的，钱就是我的，就属于这种买断型的。哦，你不是写完发表到那个网站上？那个也是，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，属于赚钱嘛，那你是各种各样。属于哪一种呢？买断的、发表是上的、代写的，我都干过。都干过。对那现在主要是以哪种现在就是买断和网上发表的2种。发表？你自己网上发表的这个小说成绩怎么样呢？成绩其实不好说，有的还行，有的话就是扑街嘛，扑得很惨，都有。那比如说好的那种，差不多的那种是什么样一个数据？好的那种的话，像我们这种人，其实一年能赚个7、8万都行，就算还好了。像他们在天榜上那些一天几千块的，就属于我们的憧憬、向往。我们应该，所以我说我才是刚刚入门的那种，干了这么多年，说起来也挺惭愧，有时候。那你觉得能做多久可能到你所憧憬的那种这个那种收入？不好说，年龄大了，有时候也没那么多想法，就是单纯的过生活，每天写一点东西，就好像是你出去买菜一样，你每天要出去买点菜回来，然后自己进行烹饪。我觉得我跟写作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太多的那种追求了吧，也是没有那种精力了，精力分散的很严重。你刚说是有些小说，有的数据也很惨，有的小说，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就是你写的不好，开始就发散出去了，你中心别人看不到爽点，自然就走了。就走了。不管你再怎么努力，没有达到别人的爽点，人家肯定就走啊。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也很清楚，你写完之后你就知道了，但很难改了。于是你这本书1个月可能就几百块钱的菜钱，你自然也不会继续下去了，所以就属于切掉，再重开。你写的小说类型是偏哪一种啊？武侠、神话，然后穿越、重生这种。据我所知，就是在中国这些网络小说啊，嗯这些小说家们，其实他们确实很辛苦，就是每天是的，要更新很多字。是的。你每天要更新多少文字？最开始不会做的时候，每天就是4000多一点，然后后来慢慢的字数快了，因为懂这个行业也懂得多一点，然后有1万到2万。现在就年龄大了嘛，也奔3了，然后精力就衰弱，一天有个1万字保底就差不多了。1万字保底。对，那其实写1万字也很辛苦。不一样的。
你花多长时间能写完这一版？用录音笔的话，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。2个小时左右。对。包括纠错吗？对啊，录音输入的话50分钟，然后纠错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。对。对你来说，其实这个已经很熟练了，或者说是是轻松的了。是因为你非常非常熟悉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词需要用什么来代替。有一些刚入门的，他觉得很困难，一来普通话的问题，二来就是他不知道把一些根本难以描述出来的词汇，用一些简单的词来代替，比如说小明、小红、小丽，然后铁柱、铁蛋什么之类的，我就是用这些词来代替，然后在那边写一下，比如他是谁，他是谁，就这么就简单很多，就会简化许多。不然的话，你100-200个名字，你其实真的忙不过来的，就记都记不过来。你自己规划小说的时候，会用一些工具来帮助自己梳理一些小说的结构啦、章节吗？很少，就看地图，看算不算，然后看这些，还有一些那种像《山海经》的那种地图啊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资料的地图，就这种书写结构。因为你如果看小说看得多，应该知道我们写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地图的换，一个区域的跳，升级打怪就属于这种换一个地图一个区域，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构思啊，在这片区域你不能出现太高级的怪，你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构思，就属于一种升级的爽感，就属于这种感觉。每天都更新文章，你觉得压力大吗？其实有时候也是会偷懒的，但是偷完1-2天懒之后，就好像一个习惯被扔下了，就很不舒服。你就每天不知觉得要做点什么，就属于生活本能了，好像就是打篮球的肌肉本能一样。虽然你不想，但实际上你摸到那个电脑，或者你看到一个东西，其实你就已经开始构思怎么描述，怎么工作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以前我知道你以前是非常喜欢看小说，是的。从看开始到写，那你觉得你这样工作以后，你自己还喜欢小说吗？如果遇到一些非常 get 到你的点的呢，还是能够熬夜看的那种。但如果是比如说像我自己写的那种我看完之后，哎，算了，这啥玩意儿，还不如我呢，我就属于这种。有那些 get 到你自己的感觉呢，就是也是非常喜欢，就收集起来嘛。对于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，你有没有对他们想分享的东西？不要放弃生活，也不要放弃学习，就是多努力的学习一些技术也好，知识也好，对你的眼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就是开阔你的视野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你的生活其实不止一种，你的生活方式也不单单是那一个样子，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的。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，也不要放弃自己前进的步伐，就是你可以通过现在短暂的痛苦去改变以后长久的痛苦，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。因为我以前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，真的。你有什么想特别表达或分享的？身在异地，有几个朋友上门跟你说说话、聊聊天，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享受的。